我们如何创建自己热爱的工作？在引言部分，我介绍了开展我的探求，也就是你们前面读的内容。背景情况，那时候我的研究生和博士后的日子即将结束，而我即将进入学术就业市场。但是，想要顺利当上教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假如你掌控不了自己的事业，那么它就会让你吃尽苦头。更糟糕的是，在我找工作时，经济状况很不景气，所以我很可能根本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教职。因此，我不得不重新开始思考自己的职业发展。职业上的不确定使得下面这个问题突然需要一个迫切的答案：人们如何才能最终爱上自己的职业？2010年秋，我开始申请教职。到了12月初，我已经申请了20个职位。在这个过程中，有一点比较诡异，那就是你的同事们以为你会因找工作而忙得不可开交，所以他们不给你安排任何工作。虽然这一过程确实很费力，但是需要处理的事情都是一波一波集中出现的。这样的话，每处理完一波，你就有大段的时间空闲下来等待下一波，而空闲的时间又没有多少事情可做。于是你会发现自己闲得难受。因此，在11月末到12月初这段时间，在提交完20份申请之后，我第一次不是大学暑期情况下变得无所事事。既然手头有了空闲时间，我终于可以严肃认真地开展我的探求工作。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开始寻找人们的职业故事，不管成功还是失败，为的是从中学习一些经验教训。比如在11月，我第一次见到了托马斯，也就是开篇故事里提到的那个人。在那个秋季，我听到了一些人的经历，而这些经历让我对一直以来都觉得是正确的一个想法更加坚定了，那就是追随自己的激情是个糟糕的建议。然而，坚信这个想法却带来了一个更加艰巨的任务：搞清楚到底哪些职业幸福获得策略才是真正行得通的。到了1、2月份，我不得不暂停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因为我的求职进程已经渐入佳境，而我开始要为求职演说做准备，还要筛选陆陆续续到来的面试邀请。在3月初，我开展了一趟面试之旅，其中就有在乔治城大学的停留。这所大学方方面面给我的感觉都不错。不过幸好我当时已经有了另一个工作机会，而且很快就要给对方答复。于是我对乔治城大学里的联系人说，这次到访我过得很愉快，而且对职位也很感兴趣。但我这边有个职位的回复期限就要到了。后来在那天晚上，我收到了他们遴选委员会负责人发来的一封关键邮件。邮件的内容很简短，只有3句话。我们将于本周四向你提供工作邀请，我们只需要知道如何才能联系到你，以便在下午与你进行沟通。可以通过手机联系到你吗？我推掉了后面2个工作安排，在春季的面试接受了乔治城大学的工作邀请。我的职业已经定型了，我要成为一名教授了。到了3月的第2个星期，我正式退出了求职市场，不过我的入职时间是在8月份。这样一来，我便有4个月来最终决定那几个迫切的职业问题答案。也就是说，我现在有了工作，但还需要知道如何才能将其转变为自己所热爱的工作。在那个夏天，在那个春天以及之后的夏天，我动身出发，进行了一系列的采访，而这些采访构成了规则2到规则4的核心内容。就是写这部分总结时，距离我做教授的第1个学期还有2周时间。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一直都在努力工作，不是为了完成本书提到的我的探求，而是为了将我们的经历写成你现在所看到的东西。因为在接受乔治城大学的工作邀请之后，仅过了2周，我便签下了
创作本书的协议。这份总结是本书写作的最后部分，而且在时间上我掌握得非常好。我很快就要交稿了，而且交稿几天后，我就可以集中精力以教授的身份开始我的新生活。这样，我的职业生涯便可以掀开新的一页。而对于如何让这份职业显得引人注目，我也是信心满满。毫无疑问，通过探求，我得到了几个令人吃惊的观点。我发现，如果你的目标是热爱自己的工作，那么追随自己的激情可能是个糟糕的建议。更重要的是，让自己在某些稀缺而宝贵的地方有所擅长，然后由此产生的职场资本用于获得成就大事的那些特质。自主力和使命这两项特质便是很好的着手点。最后一部分的目的是为了说明我是如何将这些想法运用于自己的职业生涯的，也就是说，我希望你们能够深入了解我思考的过程。另外，我还想强调的是如何在我的新职业早期具体地运用规则1至规则4中的观点。很明显，这些运用都是试探性的，因为我做教授的时间不够长，还看不到最后的结果。然而，我认为正是这些运用的试探性，使它们更有意义。作为在现实世界中的模板，它们提供了一些可以立即产生的实实在在的做法，让你可以着手将本书中的经验教训用于自己的职业生涯之中。也许在具体决策上我们会有所差异，但我希望在读完结论那部分之后，你可以更好地理解如何才能按照打造自己热爱的工作这方面的新思路来重新打造一份与之相匹配的职业。我对规则1的运用，别光用嘴说。规则1的观点是，追随自己的激情是个糟糕的建议，因为大多数人身上并没有什么事先存在的激情等待被发现，被与某个职业相匹配。事实上，找到理想工作的过程往往非常复杂。这个观点我并不是在探求过程中第一次碰到，而是长久以来一直觉得它是正确的。虽然规则1的章节描述的是我最近为证明这份直觉而做出的努力，但它的思想萌芽是在很早时候便已经种下。我对激情的反感始于高中，那时我和朋友迈克尔·西蒙斯开办了一家网站设计公司，叫普林斯顿网站解决方案。我们开公司的缘由很平淡无奇，那时是20世纪90年代晚期，也就是第一波互联网热潮兴起的时候，而且媒体很热衷于报道腰缠万贯的年轻 CEO 们，因此我和迈克尔觉得公司听起来挺有意思，至少这种赚钱的方法比正常暑期打工要好。于是我们试图想出了一个有创意的新点子来开办一家高科技公司，一家新的亚马逊之类的，但是被难住了。最后我们不得不选择了之前发誓绝对不会去做的一个想法，设计网站。明确的说，我们根本没有追随内心真正的想法，我们不过是两个无聊没事可做且雄心勃勃的人。开公司听起来是能够想象的最有前途的事情。普林斯顿网站解决方案没能够取得迅猛的成功，不过这多少也符合我们的想法，因为我们其实并不想投入那么多时间来认真的把这家公司发展壮大。我们在高3一年里服务了60-70个客户，其中包括一家当地的建筑公司、一家当地的技术学院，以及一家筹划不周而资金却出奇充足的门户网站。这些合同大部分能带来5000到1万美元的收入，而这笔钱足够我们把活儿外包给一伙印度的承包商，由他们来完成大部分的编程工作。后来我和迈克尔都去了外地上大学，他去了纽约大学，而我选择了达特茅斯学院。这个时候，我认为网站设计的工作可以告一段落了，于是转而追求其他更要紧的兴趣，比如女孩子。
对于这一时代很多人来说，如果在职业上不认同追随自己的激情这条建议，反倒是另类的。但是我从来不像别人那样觉得激情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这要归咎于我在普林斯顿网站解决方案上的经历。前面提到，开办这家公司根本不是出于某种激情的追随。然而，一旦我和迈克尔搞明白如何让公司运转下去，我们的技能就变得稀缺而宝贵。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说，然而我们的职场资本便可以兑现为各种激动人心的不同体验。我们有机会西装革履地去向一群董事们推销我们的想法，我们赚钱足够多，根本不用担心买不起年轻人想买的东西。老师们对我们的公司印象深刻，并且允许我们偷偷地逃课去参加各种会议。杂志上有关于我们的文章，报社摄影师也跑来给我们拍照。当然了，所有这些经历也得进入精英学校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件事情告诉我，让生活变得有趣的那些特征与寻不寻找内心深处的自我没有太大关系。换句话说，普林斯顿网站解决方案给我打了一剂预防针，从而对职业幸福感需要追随内心的呼唤这种想法产生了排斥。正因为有了前期的这些经历，所以当来到大学后，看着周围的同学开始愁眉苦脸地思考应当如何度过他们的人生，我在一旁感到十分不解。对他们来说，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也变得比天还要重要，而我却觉得很荒谬。对我来说，这个世界充满了像普林斯顿网站解决方案那样的机遇，他们在等待着我们去挖掘、去利用，从而让生活变得更有意思。这些机遇与找到什么命中注定的安排毫无关系。在这种思想的驱动下，我们开始寻找机会来掌握回报巨大的稀缺技能。而我的同学们还在思考他们真正的天职。我开始磨练自己的学习技能，尽可能的提高学习效率。我花了一学期进行系统的测验，而取得的成果是连续3年我的平均绩点都是4.0。而且在此期间我从来没有熬过夜，甚至吃完晚餐之后都很少学习。然后我出了一本学习建议方面的指导书，兑现了这项资本。这些经历让我的学生生涯十分精彩，但它们都不是追求某种事先存在的激情的结果。事实上，我写的一本书的动机不过是受了一位我非常仰慕的企业家无意间的怂恿。这位企业家是我在一天晚上出去喝酒时遇到的，当时我随口提到了那本书的灵感。别光用嘴说，他对我斥道，要是觉得想法不错，那就去做。这个理由对我来说已经足够好了。后来到了该决定大学毕业之后做什么的时候，此时我手头有2份工作邀请，一份来自微软，另外一份来自麻省理工学院。对我的同学们来说，我看不出这样有什么可以担心的。我相信不管选择哪一家，都会带来数不清的机会，而这些机会都可能被用来创建一番了不起的人生。最后，我选择了麻省理工学院，主要是为了能够离我的女朋友近一些，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写了这么大一段，我想表达的意思是，在开始探求之前，我便懂得了规则1所蕴含的核心观点。事实上，早在高中早期，我的内心便已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因此，到了2011年秋季，当我身处那段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不知道自己会成为一名教授还是去做完全不同的工作时，正是规划1中的思想让我从不必要的烦躁中解脱出来，不再纠结哪一条发展道路才是我真正的天职所在。我坚信，只要正确对待，不管选择哪条路，我都会拥有一份我所热爱的事业。然而，我没有那么确信是如何才能实现这个目标。正是为了寻找后面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才得到了规划2到规划4
所阐述的观点。